潜入邻居家却什么都不偷，而是忙着脱掉自己的衣服，随后朝床上的被子一个猛扑，接着只听见一声闷哼，被子里伸出一双手将他推开。没想到你一个傻子，力气倒是大得很。说完又冲了上去，就是要反抗才有意思，老子喜欢硬的来。被子里的女人伸出一只脚，一脚踢在他胸口上，滚！他娘了，你一个傻子，老子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你他娘的还敢踢老子？你看待会老子不把你弄哭，老子就不叫吴大山。吴大山就是村里那个老流氓，整日没事喜欢调戏一下村里的妇女，就连村里的母狗见了都要绕道走的吴大山。谢娇娇脑海中闪过一些对于他的评价，来不及多想，吴大山又冲了上来。来人啊，救命啊！这屋外立马就有了骚动，吴大山赶紧冲上来，又想按住他，谢娇娇直接一脚踢在他脚上。你个傻子，叫什么叫？你以为叫来了人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大哥大嫂都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吴大山忍住痛，伸手抓住他，老子现在就把你办了，叫来人看看你这傻子被人伤的模样。吴大山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去解谢娇娇的衣裳，谢娇娇则死命地护着自己的衣裳。这时候只见一个小娃子拿着根木棍就冲了进来，直接朝着吴大山就开打。娘，有人欺负姐，让你欺负我姐，让你欺负我姐。吴大山被他打疼了，伸手就抢过了他手上的棍子，朝着他就打。谢娇娇眼疾手快的立马把人护在了怀里，自己挨了这几下，怀中的小娃子看着他，眼睛大大的，有着不可思议。孙如花早就听到自己小儿子的喊叫，提着镰刀就过来了，挥着就朝吴大山砍来。吴大山看着他拿的镰刀，脸上有着害怕。好啊，你个吴大山，竟然欺负人都欺负到我家来了。孙如花，我告诉你，谁欺负谁，你家大儿子大儿媳已经把谢娇娇这傻子卖给我了。你放屁！你不信，你现在就去把你家老大谢支书和陈红菊叫来，看老子是不是说谎。家里除了老头子，哪里还有别人？哦，不对，还有几个孙子孙女在家，可是这几人怎么跟没听见似的，全部在屋里没出来。我告诉你，这是没完，你给我等着。知意，去把村长叫来。哎，别，我说的是实话，是你家大儿大媳妇把你家女儿卖给我的，我还给了3两银子呢。3两银子，我可真便宜啊！吴大山从怀里掏出一份协议，孙如花还没伸出手，就见走来一人直接把那协议拿了过去，这一看，直接当场就吐了血出来。当家的爹，畜生啊！接着整个人就昏死了过去。看样子我这是真被卖给面前的老流氓了。吴大山见状，从谢震手上拿过协议，立马拔腿就要跑。谢娇娇刚要上前抢过，却见那人已经跑了，随后把这原主爹放到了床上。孙如花也来不及感叹谢娇娇的变化，就见床上的人醒来了。让你好好躺着，你怎么就不听话下床了呢？如花啊，我就要走了，以后这一大家子你可怎么过活啊？老头子，你别说了，你快别说了，我去给你煎药，咱们再喝一副药，指不定就好了。我不行了，只是放心不下你和娇娇，还有知意。爹，你不要走，你不要丢下知意和娘，还有姐姐。一说到姐姐，谢震向谢娇娇伸出了手，谢娇娇上前一步想握住，没曾想这还没握住，这手就掉了下去。原来女人小时候落水发烧，烧成了傻子，自己哥嫂嫌弃她是个累赘，3两银子就把她卖给了吴大山，并故意出门给吴大山机会把她要了。可就在被吴大山压得呼吸上不来时，现代的谢娇娇穿越了过来，于是出现了开头一幕。这个时候大房和二房的孩子听见了，跑了出来，大家齐齐的都跪在了床前。谢乾则跑了出去，去田地里通知自己的爹娘和二叔二婶去了。4人回来的路上，并没有因为谢震的离世有多担心，而是担心这吴大山今天没有得逞，日后会不会找他们报复。真是没用，一个大男人连个女人都对付不来。可不是，咱们把家里的人都支开了，他都没办成事，这事可不能怪到咱们头上来啊！你奶什么时候回去的？早听见小姑在屋里喊了，我和妹妹还有坤弟躲在屋里都没出去，最后是守着爷爷的小叔冲了过去，在最后就是奶拿着镰刀冲了进去。一行几个人听着，心里都惋惜不已。可一到院门口，几人立马换了一副面貌。谢知书和谢知礼心中多少还是有些真的难过，但眼泪也是掉得真真切切。可这大媳妇和二媳妇则是揪了自己的大腿肉一把，又哀声哀气的哭了起来。爹啊，你怎么就走了啊？你这样让我们剩下的人怎么活啊？爹啊，您辛苦了一辈子，还没好好享福，怎么就走了？两人一唱一和的，显得自己又孝顺又难过的。这村里的人听着他们这么一喊，立马知道这谢震的走了。没一会，家中就来了村里的人来帮忙。等请乡亲吃了一顿白事饭后，孙如花似乎才反应过来，她的娇娇好像不一样了。娘的娇娇是不是好了？谢家所有人都看着谢娇娇，等着她说话。谢娇娇看着老泪纵横的便宜娘，心中一时间有些感触，微微点了一下头。那天吴大山想要欺负女儿的时候，女儿头撞到了墙上，只觉得灵光一闪就好了。娘的娇娇终于好了，好了就好，好了就好。可回头又想起了吴大山欺负自己女儿的事情，双眼瞬间对上了自己的大儿媳和大儿子。吴大山说是你们把娇娇卖给了他。陈红菊不敢看孙如花的眼睛，朝谢知书身后躲。谁知道这丫头的病会突然好了？她一躲，孙如花就知道这是真的，想着自己当家的就是看了那份协议气的吐血，这才去了，心中就又气又怒，冲上去恨不得撕了这大儿媳妇。你们怎么敢？你们怎么可以把我的娇娇卖了？娘，你也别怪我们，娇娇以前病着，我们卖她还不是因为爹病着看病要花钱，想着反正她无用，换
换些银钱给咱爹治病也是好的。好个屁！你们自己没有出息，却想着用我的娇娇换钱，她是你们的亲妹妹啊！你们良心都被狗吃了不成？孙如花的话让几个人无从反驳。你们卖娇娇的银子呢？吴大山不是个好的，得赶紧把钱拿去还了，把协议要回来才是。听他这样一问，几人畏畏缩缩的，相互交换眼神，就是不开口。我问你们，银子呢？娘，我知道大哥大嫂还有二哥二嫂花了，我看见他们前几天上镇上背了许多东西回来。什么？这就是你们说的卖了娇娇给你们爹看病吗？爹那病本来就没救了。你说什么？他说爹的病本来就没救了。孙如花抄起扫把就朝两个儿子身上打去，就连两个儿媳妇也没避免的被打了好几下。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生了这么两个没用的东西！老头子啊，你把我也带走吧，我活着也没意思了。谢娇娇见这孙如花是真的伤心，心中也难免动容，而谢之书和谢之礼却觉得他娘小题大做。娘，这事都已经发生了，这吴大山也是真心想娶个媳妇回去生儿育女，现在娇娇也不傻了，这嫁过去指不定能跟着过上好日子呢。好日子？这要是过好日子，你怎么不把你屋里梦儿送去？娘，这梦儿才多大啊？那我娇娇碍着你们什么事了？这些年看你们脸色，她的饭都是从我和老头子口中省下来的，她哪里对不起你们了？娇娇，你放心，娘一定不会让你跟着吴大山卖老匹夫的。谢娇娇看着她的情真意切，心中很是感动。这个原主娘对这个闺女委实不错了，在这农村里哪家不是重男轻女，但是她跟她的便宜爹一直都是一碗水端平了的。谢娇娇反握住孙如花的手，孙如花转过头去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你们今天必须把这银子给我拿出来，再把你们把娇娇卖了的协议拿回来。两个儿子对视一眼，怎么可能？这钱都花了，他们上哪去找银子去？见两人不动，孙如花指着两人骂道：你们就真舍得把你们妹妹朝火坑里送？你也是我们两个的娘，又不是他谢娇娇一个人的娘，你现在是想为了3两银子逼死你两个儿子吗？再说了，娇娇既然好了，迟早也是要嫁人，嫁谁不是嫁？孙如花听到自己儿子这样说，胸口起伏的厉害。谢娇娇急忙上去扶住他娘。娘，这爹才走，你注意身子，我扶你回屋里休息。娇娇，你不知道这吴大山。娘，你放心，这件事没完。谢娇娇盯着在场的两个哥哥和嫂子，说完便扶着孙如花回屋了。娇娇这死丫头，怎么现在好了？看着比以前还可怕了。以前是傻，但是那傻了吧唧的，生怕她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而现在总觉得她盯人的眼神冰冷得很。谢之意气愤地看着几人，看什么看？一天天的在家里吃白饭，还好意思看？谢之意气愤地跟着谢娇娇回屋了，他拼命地关上门。当家的，现在爹都走了，你就是家中的老大，我们难不成还要养着这两个拖油瓶？大嫂，哪里是两个？谢娇娇可是被我们都卖了，就小叔子一个。这要是早知道这丫头会好，这价格我们卖便宜了啊！可惜呀，谢娇娇那样的容貌，这要是在村里要个5、6两银子都可以。大嫂，算了，她都那样大的年纪了，这点也值了。当家的，我看要不我们分家吧？这小叔子现在这么小，难不成我们还要把他养大？就是这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当家的，难不成以后我们还要管他娶妻生子？我们自己还有儿子呢。谢之书和谢之礼两人听着自家媳妇这样说，不免的都看了一眼对方。两人还没说话，就见外头吴大山鬼鬼祟祟的出现在门口，朝里头看。陈红菊和周翠红都不愿意见这个老流氓，这老流氓只要是个母的从他面前过，他都要摸一下的。因此两人没出去，只让谢之书和谢之礼去问问他来干嘛。聊了许久，谢之书和谢之礼才回来。那老流氓说什么了？他说咱们家丧事已经办完了，现在轮到他了，让我们把娇娇给他送过去，不然他就要上门来抢人了。娘不可能让我们把人送过去的，我看要不这样。听他说完，几人都点头。女人在吃饭时发现奇怪的一幕，昨天还要卖她的嫂子，今天却热情似火，不仅主动下厨做了一桌大餐，就连饭都特意盛好送到手上，而且把儿子碗里的鸡腿都夹了过来。这味道确实不错，我再去锅里舀一些汤。随后转身端着碗去厨房，先是从锅里舀出一勺，再把自己碗里的全部倒进锅里，紧接着用手伸进去搅拌搅拌，最后用清洗过的碗装好舀出来的一勺。事出反常必有妖，倒要看看他们又要玩什么花样。这才边吃边往大厅走去。晚饭过后，谢娇娇翻来覆去的想着这家里的事，就是睡不着。今天晚上这陈红菊对我的态度太奇怪了，指不定给心里猫着什么坏心思呢。就在谢娇娇想得入神时，就听见屋外的院子里传来动静。谢娇娇立马抓起了床边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烧火钳子，静静的等待着。果然没想错，这老大和老二两兄弟加上他们那两口子就不是什么好人。只听院子里有人在说话，接着脚步声就离他房越来越近了。大人一进屋，谢娇娇拿起自己手上的火钳子就打了下去。谢娇娇反正不管不顾的就朝他身上打。我打死你这老色魔，打死你这个老流氓！吴大山朝院子里跑，谢娇娇就又追到院子里打。
这么大的动静，家里的人早就惊动，还有隔壁邻居都起来了。谢支书和谢之礼急忙冲上去拦住谢娇娇，在黑暗中他们两个也挨了2下。孙如花这个时候点亮了院子里的火把，这才看清院子里的情况。孙如花一脸的怒气的瞪着他们，说是不是你们？这个时候谁还敢说话？只见吴大山坐在地上痛得嗷嗷的叫，你们几人开身？你们一个两个，真有你们的！说完又对上吴大山，吴大山看着他都有些害怕，被打怕了。你他娘的还敢来！上次让你跑了，那是因为我爹出事了，今天正好，老娘新账旧账一起给你算。谢娇娇说着又要冲上去，这谢支书和谢之礼急忙拦住自己妹妹。娇娇，再打下去就要出人命了。谢娇娇看着2个哥哥，一会儿钳子一人一下。你们2个又是什么好货色？哎呦！我们2个再怎么也是你哥哥，长兄如父。你们也配？小姑，你也太没大没小的了。就是小姑怎么可以这样说话？老娘还在吗？我的娇娇哪里轮得到你们说话？必须给这个娘鼓了一个掌，点个赞，按得漂亮。吴大山见根本就没人关心他，坐在地上指着谢家众人。我告诉你们，这是没完。我也告诉你，这是没完。谢娇娇，我知道你现在好了，但是就算你不傻了，你哥嫂也把你卖给我了。你们要是敢不认账，我就把你们全部告到官府去。这一说到官府，谢家几个人脸上都带着害怕。孙如花把谢娇娇挡在身后，我家把钱还你，我们家娇娇不卖。那呀，家里哪有钱啊？反正我可没有钱。哼，我才不要你们的钱，我就要你们家谢娇娇，看我把她带回去了，我弄死她。就在这时，谢之义带着村长来了。谢支书和谢之礼很是意外。村长，你们咋来了？是我请村长来的。你好好的，把村长他们叫来干嘛？家里都闹贼了，我请村长大人来主持一下公道，怎么了？一个村长大人叫的陈守仁心花怒放的。什么大人不大人的，我就只是一个村长，叫村长就行了。路上听你弟弟说你病好了，没曾想是真好了。就我爹去世那日撞了一下头，不知道怎么的就好了。这是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就我们自己家里一点小事而已。我问你话了吗？何时轮到你答话了？村长大人，是这样的，吴大山这个老流氓半夜翻我家院子，到我们屋里偷东西，被我们逮住了。你放屁！谁来你家里偷东西？你不是来偷我家东西的，那你半夜来我家干嘛？总不能说是来睡他的吧？怎么你哑巴了？我可是花了钱买了谢娇娇的，凭什么害怕？我是来找谢娇娇的，他大哥大嫂前几日把她卖给我了，这是字据，他们给我写的。这话一出，这门口看热闹的村民一众哗然。这谢家又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居然卖起人来了。谢支书和谢之礼脸上有些挂不住。这不是我爹这病了大半年了，家里的银钱看病都花完了，实在再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病了，我这才没法把娇娇卖了给我爹看病。谢支书说的好不委屈，人群又是议论声。原来是这样啊！这老谢确实病了大半年了，挺会演戏呢。大哥，你说谎，你们把姐姐卖了，爹娘都不知道，还说给爹看病。我明明见你和二哥上镇上买了许多东西回来，一点都没有拿出来。这小娃子最是不会说谎，他这话一出，人群立马又议论起来，这连带着看着2兄弟的眼神都不太对了。你一个小孩子家的知道什么？那明明就是从你嫂子娘搬家来的东西。嫂子的娘家，要是我没记错，我这2个嫂的娘家，这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秋收的时候还找我们家借了1袋粮食呢，他们还能补贴我们家。前几天我见谢家老大他们在镇上又是扯布又是买包子的，还以为是这卖了粮食给家里置办东西呢，没曾想这花的是卖妹妹的钱啊！这有了邻居作证，这人群议论声越来越大了。陈守仁也看完了字据，看了一眼谢支书和谢之礼。这村里还没有出现过卖女人的事情呢，可真是给村里丢脸。村长，我们家娇娇不卖，我们会马上把钱还给吴大山的。孙如花说完，就问这2个儿子要这3两银子，可这2人扭扭捏捏的哪里拿得出来，早花了。不行，村长，我就要他们家谢娇娇，我挨了这么多打，不能白挨，得把人带回去好好折磨一番。我们赔你银子还不成？我们家不卖女儿。陈守仁也有些难办，这只要是有字据，那么这谢娇娇就确实被卖了。谢家的这有字据，那么你们家谢娇娇？村长，求求你，我求求你了！哎呦，老谢家的，你快起来，你这是做什么？谢娇娇急忙把自己娘拉了起来，看了一眼2个哥哥2个嫂嫂，几人都不为所动的模样。娇娇啊，这可怎么办啊？你们都怪你们，我是造了什么孽呀？生了你们这么2个孽障。老谢呀，你把我也带走啊，我不想活了。谢家2兄弟并没有因为孙如花这样伤心而心有愧疚，而是觉得孙如花有些丢人。娘，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们现在嫌丢人了？你们把你妹妹卖给吴大山的时候，怎么不觉得丢人？娘，你别担心，放心吧，这要是卖女儿也轮不到他们，他们既然写了字据，要卖就卖他们自己的女儿。谢娇娇，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们卖我的时候，我爹还活着呢，我爹既然还活着，轮得到你们把我卖了？谢娇娇说完，朝着村长陈守仁跪了下去。村长大人，这谢支书和陈红菊跟着吴大山写下这字据的时候，我爹都还在世，这父母健在。所谓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的婚事哪里轮得到他这个做大哥大嫂的做主？因此这字据根本就是无效的。看热闹的村民都点头，有平常跟孙如花关系交好
好的隔壁王老婆子说道：“就是这简直就是没有礼教了，哪有嫂子插手小姑子的婚事的？”他这样一说，这人群中好些人赞同。陈守仁听着觉得有些道理。村长，这事你可得为我做主啊！我可是花了3两银子的。村长，我爹当时都病得起不了床了，我作为家中长子，难道还不能做主了？就是啊，长兄如父，老娘还没死呢。就算你们爹现在真的去了，那也是老娘做主。娘，这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人人知道的道理。这真是我的好大儿啊！娘，你别生气，吴大山，你不来还好，你现在来说这个事，正好我也有件事要跟你好好算算。哥嫂将他卖给老流氓，他不仅将卖身契上面的名字换成哥嫂女儿的，还要报官告老流氓害死他父亲。是你把这字据给我爹看，气得我爹喷了好大一口血，我爹这才去的。是你害死了我爹！你放屁！你爹那是自己不行了，关我什么事？就是你，请村长大人为我们做主。吴大山害死了我爹，我要报官。谢娇娇，你信口雌黄，你爹本来就不行了。我爹在床上养了半年，都能下床走动了，怎么就不行了？明明就是你把字据给我爹看，他气着了，这才去了的。我女儿说的对，原来是你，都是你这个流氓害了我当家的，我们要报官。这一说到报官，陈守仁也严肃起来，他打心底肯定是不希望报官的。这些娇娇说的可是真的，你把这字据拿出来，气得谢震吐血了吗？我本来就不是给他看的，是他自己走进来，直接就拿过去看了。他吐血跟我有什么关系？要怪就怪他2个儿子，是他们亲自找上门来说是卖谢娇娇给我做媳妇的，我还上镇上问了大夫的，说这疯病不会遗传，我才答应的。你们2个不孝子，我和你爹是做了什么孽呀？生了你们2个这样不孝的东西。2兄弟都不敢说话，而吴大山也被打得浑身都痛，他也害怕了。这真要是娶了谢娇娇回去，这天天的还不知道是谁折磨谁呢？你们把银子还我，这人我不要了。这银子都花了，哪里拿得出来？不行，这人都卖给你了，哪能反悔？村长，你看我都说了，不要这些娇娇了，他们又不还钱。谢家的还不快拿银子？你们还不把钱还给他？我反正没钱。村长，这一天天的媳妇没睡成，还被打成这样，现在这钱也不还，没有这样的道理。你们2兄弟把银子拿出来还给他。村长，凭什么？这白纸黑字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人都卖给他了，他自己现在不要了，关我们什么事？孙如花反手就给他一巴掌，气得说不上话来。娘，你和嫂子这什么气？孙如花要说什么，谢娇娇手捏了他手臂一下，示意他别说话。村长大人，我娘还在世，我的主自然是轮不到我这大哥二哥来给我做的。既然我大哥大嫂拿不出钱，要不就拿他们女儿谢梦儿抵了吧。村长，我同意，这些梦儿没有这疯病，谢娇娇现在看着是好的，万一哪天又病了呢？你同意个屁！吴大山，你他娘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孬样？孙如花看了谢娇娇一眼，谢娇娇朝着他眨眼睛。孙如花心中顿时明白谢娇娇的意思，就许他们卖我女儿，不能卖自己的。村长，我也同意，这老头子走了，这个家就我做主，就用梦儿那丫头换我们家娇娇。那样不可以？怎么不可以？你们之前卖我娇娇都可以，现在卖自己女儿不可以了？就是这卖小姑都可以，卖自己女儿不行了。要你们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陈氏，你跟你这谢老大都可以做主，把这谢娇娇卖给吴大山，这孙如花还是你婆母呢，她难道还不能做你家谢梦儿的主？就是村长，就这么办吧。行吧，好呀，好呀，太好了。当家的，你倒是说句话啊！二弟媳，你们也说句话啊！但是几人都没有搭理他。陈红菊又用手指着看向谢娇娇，都是你，哼，是我让你们把我卖了的。你若是不想你女儿被卖，可以啊，你把银子拿出来不就成了？不用，这要是换成谢梦儿不用还银子，以后就是亲家关系了。谁他妈的跟你是亲家？当家的，你快想想办法，梦儿不要嫁给吴大山这个老流氓。陈守仁看陈红菊这副模样，都是一个村的，也不想把事情做绝了，开口道：你们要不凑凑，拿出3两银子给吴大山？那可不行，我不要银子，我要谢梦儿。闭嘴，你们赶紧凑凑吧。这银子也不是我们一房花的，你们二房也把你们分的银子拿出来。谢之礼这个时候要说话，周翠红拉了他一把。大嫂，这银子都花没了，哪里还拿得出来银子？娘，梦儿可是您的亲孙女，您不能这样对她啊！孙如花心中一时间也百味杂陈，这手心手背都是肉。那你们当初为何要把娇娇给卖了呀？娘啊，我求求你了！谢娇娇看孙如花为难，上前拉住孙如花说道：娘，大嫂可真不会将心比心，当初卖我的时候，我看她怎么一句话也不说，现在人家不要我，要她家谢梦，她就不行了，这都是做娘的。这当初他们卖我的时候，可不像您现在这样。谢娇娇，你好没良心，梦儿可是你亲侄女，当初你们卖我卖的，现在卖你们女儿，你们就卖不得了。这要是吴大山要我嫁过去，我为了大哥二哥两家好吃好喝，我也是愿意的，可人家不要我的嘛。吴大山，你可愿意啊？吴大山看着谢娇娇手里晃动的火钳子，立马想到自己刚刚被揍的模样，这浑身还在疼，急忙摇头：不，村长，我就要谢梦儿。你看吧，他就要你家谢梦，都是你，明明是你嫁过去，你非得拉上我家梦儿，我跟你拼了！
孙如花立马抓住他，一把把他推向一边。啊！你个没良心的家伙！你们自己把银子拿去吃好喝好了，现在还把一切怪在我娇娇身上，真是丧德！我家怎么会娶了你这么一个好吃懒做、有悖人伦的东西？村长，既然他们不拿银子，就这么办吧。谢之书还想说什么，可孙如花一个眼神扫回去，立马缩了脖子。行，那就这么办。不过孙如花也不是真的想把谢梦就这样卖给吴大山。村长，若是我们家3天之内能拿出3两银子给吴大山，是不是我孙女就不用嫁给他了？吴大山不同意，陈守仁却点头。你这要是真要钱，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凑一凑的嘛。吴大山这才不情愿地闭上了嘴巴。村长几下重新写好了字据。你们来画押的。陈红菊和谢之书都不动，孙如花直接拿了过来，犹豫了一下，可转头看到一脸委屈的谢娇娇，立马按了手印。这一份就作废了，这闹了大半宿，大家伙也累了，大家都散去吧。在所有人都走了后，陈红菊让二房把银子交出来，周翠红急忙拉着谢之礼就回了屋里，根本不理他。幸好自己没生个女儿，陈红菊自己活该。陈红菊立马又对准孙如花，可还没开口，娘，我突然觉得我头又有些痛。娘看看是不是还有哪里没好？就是有些疼。要是娇娇有个什么，你们全部吃不完兜着走。孙如花拉着谢娇娇进屋，谢娇娇顺手还把谢之意拉着一起。到了屋里，孙如花急忙要去查看谢娇娇哪里不好。娘，我没多大事，只是怕大嫂又拉着你说什么，装的。你这丫头要吓死你娘啊！姐，我发现你这病好了以后变得好聪明，晚上辛苦你了，这黑灯瞎火的还去叫村长，时间也不早了，睡吧。翌日一早，院子里谢妹在哭，另外一边是陈红菊骂二房的声音。你们这些黑心肝的，花着卖侄女的钱，也不怕天打雷劈？要天打雷劈也是先劈了你，是你自己先提的把小姑卖了，又不是我提的。你放屁，明明就是你提的，就是你说与其留着这么个傻子在家里吃白饭，倒不如送给哪家当媳妇算了。那我也没让你把小姑卖了，活该现在报应在自己女儿身上啊！周翠红，你这贱人，我跟你拼了！小姑是我们卖的吗？你们也有份，你们没分钱吗？两人扭打到了一起，偷鸡不成蚀把米，你自己活该。两人出手简直是不分上下。两个都够厉害的呀！孙如花这个时候从屋里冲了出来，冲上去就是一人打一巴掌。大清早的闹什么闹？诚心让邻居看笑话是不是？还有你，一大早的，你是死了爹还是死了娘？竟在这里干哭狼嚎的！你爷爷走的时候没见你哭这么厉害。想着那天女儿被欺负，这几个孙子孙女就在屋里，没有一个人出来救人的，他心中就来气。你要怪就怪你这好吃懒做的娘，还有你那分不清好坏的爹。要不是他们先把你小姑卖了，这事也落不到你头上。谢妹儿咬着嘴唇，根本不敢反驳。你们两个还不去做饭？两人不情不愿的去了，谢妹儿立马也跟着去烧火去了。孙如花这才看到站在屋檐下的谢娇娇，急忙走了过来。今日还有哪里不舒服？看了这么一出好戏，哪里都舒服得很。放心吧娘，我哪都好得很。这个时候院门被推开，谢之意背着一背篓的猪草回来。你才多大，打这么多猪草？姐，没事，我都习惯了。谢之意是谢震老来得子，也是被宠了好几年的，只是后来谢震上山摔了半条命，整日里只能卧病在床，这谢之意日子就难过起来，必须帮着家里干些活，免得上头两个哥哥嫌弃他吃白食。这地里草都黄了，你去哪里打来的猪草？我去山里打的，山里的草还绿着呢。那山路不好走，离着又远。你早上几时就起来了？你才多大？那山里也是你能去的。这秋冬日里，山里免不得会有野兽，你活腻了是不是？姐，放心吧，我和王婶家的牛儿一起去的。行，一会你跟姐去做一件大事，让他们瞧瞧咱们的厉害。下一节树枝绑上绳子，再用树枝把箩筐一边撑了起来，接着在箩筐下撒上一些粮食，然后拉着绳子的另外一头，走到2米以外的地方隐藏等待。姐，这真能逮住吗？嘘，你别说话，咱们都别出声，这要是听到这附近有人说话，就不会上当了。没一会就见天上飞下来一群麻雀，等进入箩筐开始吃食，迅速拉下绳子使箩筐落下。抓到了，抓到了！随后拔一些枯草把簸箕周边围住，以免抓的时候有鸟要飞走。紧接着几下把麻雀全用绳子捆上。这麻雀不少，走，咱们回家加餐。原来他早上醒来就见弟弟割回满一筐猪草，而年长的2个侄子却闲着，他便拉着弟弟随母亲去河边洗衣，免得在家总被指派劳作。刚出门，弟弟指着天上询问他会不会做弹弓，如果打到麻雀可以给家里加餐。姐不会做弹弓，但是姐会抓麻雀，走。于是出现了开头一幕，随后便提着抓来的麻雀，找到在河边洗衣服的母亲一块回家了。2个侄子看到麻雀都高兴极了，都是你们小姑抓的。小姑你好棒，我看你这性格就是你爹和你娘的结合，心口不一。切，抓几只麻雀了不起了。可收拾麻雀的时候，见他挺积极的。午饭过后，谢之礼在院子里编被篓之类的，周翠红走到谢之礼身边，分家的事你跟大哥说没有？谢之礼看了大房紧闭的门点头，那他就没一点反应，啥也没说就回屋了。这要是分家，大房比我们二房应该还要更积极一些才对啊。而大房紧闭的房门内，谢之书正和陈红菊商量怎么才能凑齐银子将女儿嫁给老流氓的协议拿回来。老二跟我说分家的事情，这事我是老大，肯定只有我来提，这样你去跟老二媳妇知会一声，这题可以我来提，但是必须拿
拿出他们当初分走的银子来给我们，不然我就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养着谢娇娇和谢之意这2个吃白饭的。当家的，就算是他们拿出了这银子，我们这也还差啊。剩下的总要找个人出的。明白了，我就知道当家的不会放任我们家梦儿受欺负的。随后，陈红菊和周翠红在厨房里收拾碗筷，见厨房里没有别人了，就把谢支书交代他的事情对着周翠红说了。周翠红收拾完碗筷回到屋里，将事情说了一遍。谢之礼一听，心中有些窝火。他们就是认定了我们不想养着这2个拖油瓶，所以才这样说的。那要不我主动提分家的事情？不可，咱们是二房，若是咱们主动提，这事情在外人眼中还不知道外人怎么想呢。那你说怎么办嘛？难不成真把银子拿出来给他们？你说这样成不成？娘能同意吗？你管他的，反正这分了家，娘就是咱们几兄弟轮着养的，而且这事就是要他不同意。那成，我这就去找娘说。哼，你以为就你们会算计？我呸！随后谢之礼便找到孙如花，空不空？我找您说点事。说吧，什么事？娘，说实话，我作为二叔也是舍不得侄女嫁给那么个人。可您也知道，爹当初看病，我们二房拿出了所有积蓄，还额外借了钱。虽然我们是拿了卖娇娇的钱，可是这钱我拿着就还人了。现在大哥大嫂又一直问我要那钱，把我逼得实在是没办法了。一说到这个，孙如花也没办法说什么别的。见他娘不说话，谢之礼知道他娘这是记着的。娘，您看这样成不？反正现在也秋收了，我们干脆卖一块地。好了，不准说了。娘，当初你爹病得那样厉害，他都不允许卖地给他治病啊。这地是什么？地是咱们农家人的根了。这要是没有了地，咱们一大家子喝西北风去呀。娘，我们只是卖一块地，又不是全卖了。一块也不行，你说是不是你大哥让你来说的？不是娘，就是我自己舍不得我这大侄女嫁给吴大山那老匹夫。他虽然这样解释，可是吞吞吐吐的模样，就让孙如花觉得肯定是大房搞的鬼，直接冲出了自己房门。于是大房房间内，只见这孙如花按着陈红菊就是一顿暴打，谢之书也多少的挨了2下。说是不是你怂恿老大，让老大叫老二来给我说卖地属你家梦儿丫头的？娘，我没有。没有，你还敢狡辩？孙如花又要动手，在门口看了半天的谢娇娇急忙上前去拦住孙如花。娘，你先别打大嫂，这先了解清楚再打，可别打错了。谢娇娇把孙如花拉在一边，谢之书急忙去扶自己的媳妇。当家的，呜呜呜！娘，你怎么能冲进来不问缘由就打人呢？你们怂恿老二来我房里说卖地，我还用问缘由？娘，我们没有。你还敢不承认？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2个东西怂恿你二哥来让娘卖一块地给他家梦儿赎身。娘，我们真的没有。娘，我看这事要不把二哥二嫂叫来问一问，不就清楚了？谢梦儿，你去把你二叔二婶叫到堂屋来，你们也来堂屋。谢娇娇看了一眼脸肿得像猪头的陈红菊，又被别人当箭靶子了，为何每次受伤的都是你啊？到了堂屋，周翠红一看陈红菊的脸，努力压制住自己要笑的嘴角。哎呀，大嫂你这是咋了？她能咋了？这陈红菊在屋里叫的那样大声，孙如花的声音也那样大，你能不知道她咋了？你少猫哭耗子假慈悲。二弟，我们有叫你去给娘说卖地还钱给吴大山吗？没有啊。娘，你看我说了没有吧？老二，都这个时候，你也不用替他们瞒着，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娘心中清楚的很。这便宜娘有些单纯啊。谢之礼不说话了，他不说话，这便是认可了孙如花说的话。谢之书心中被气得没法。娘，这事都说了，不是我们让二叔跟你说的，二叔也否认了，现在您还不信了？周翠红，肯定是你让二叔去说的，然后挑拨娘与我们大房的关系。大嫂冤枉啊！明明就是你们自己想找银子把梦儿丫头的事情解决了，我和当家的好心帮你们，你们现在还反打一耙。说完那委屈的就快掉下泪来了。陈红菊气得说不出话来。娘，他装的。够了，你们还没觉得自己错？娘，你也太偏心了，明明是他们自己说的，可你非得说是我们房说的。当家的，我觉得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下去了啊。谢之书也觉得他娘偏心，有些幽怨地盯着孙如花。你们觉得我偏心？陈红菊没理孙如花，可那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你们爹生病的时候家里没银子了，你们大房分文未拿，而知礼是把自己所有的银子都拿出来了，就凭这点他们也不可能撺掇着我去卖地。而且卖地这事当初你们2口子就提过，我可有说错？娘，您这样说就不对了，我们是不想拿嘛，每一年都是我们大房的去服徭役，二叔从未去过，他闲下来的时候可以编织一些东西拿到镇上去换钱，而我们有干不完的活，哪里有时间去赚钱？谢之书听着自己媳妇的话，心中也委屈极了。娘，反正这是我们房没提，你爱信不信，但是你孙女的事情，你再怎么也是要管的。你想我怎么管？二弟他们当初是拿了1半银子走的，你让他们把银子拿出来。大哥，我们没。我不管你们有没有，这要是谢娇娇这个做妹妹的卖身钱，你们2个拿着我无话可说。可这是我们大房的女儿，你们侄女的银子，你们也好意思拿？谢娇娇在旁翻了个白眼，两人还要说什么？谢娇娇打断了。娘，我觉得大哥说的对，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要说起先还不知道原因，可刚刚听陈红菊那样说，
说，觉得这二房有些得寸进尺了。娇娇怎么连你也？娘，将心比心嘛，这若是大哥大嫂嫁女儿的银子，这二哥二嫂还要分，可真是不占理了。陈红菊和谢之书都没想到这谢娇娇会帮自己屋说话，有些惊讶。怎么哪里都有谢娇娇这死丫头？娘，我们可是没钱啊，您知道的，这当初爹生病，我们房可是出了所有银子，还找人借了的，这可都是要还的啊。二嫂，若是我没记错，你们房里也不过拿了几十文铜钱，还找别人借了几文，凑了个整数，对吧？可这银子你们可是分了1两5钱，利息这么高，全还给别人了。一连几个问句，让周翠红说不上话来。娘在跟我们2个儿子说话，你一个女儿家插什么话？娘，老二，你说的是什么话？娇娇是我们这个家的一份子，你都能说话，她为何说不得？周翠红拉了谢之礼一把，让他别说了。孙如花一想到谢妹儿的事，看着面前的几人，说来说去，这事也是你们自己惹上的。若是你们自己当初不起歹心，用你们妹妹换银子，也不会有这回子事。反正这事娘你不能不管，凤儿也不可能真嫁给吴大山那老流氓。老二，你把剩下的银子给你大哥。孙如花见谢之礼和周翠红两人不动，你们是不是没听见？我们没钱。你们一个两个的，是不是就想气死我？你们爹才走啊！眼见孙如花脸色不对，谢娇娇急忙上前扶住孙如花。娘，我看他们就是不想拿银子出来。你们够了，有你们这么逼娘的吗？明明这是你们自己惹出来的事，你们自己不知道解决，非得闹到娘面前来。你们是想怎么？爹才走，你们是想把娘也气走吗？谢娇娇，你也别说我们，要是你老老实实的嫁给吴大山，哪里还有这么多事？要说这事都是因为你起来的。就是我们家里养了你这么多年，不知道回报我们，还把梦儿推出去，替你嫁给吴大山那老流氓。要我说，这一切都怪你。你们这样说话都不怕闪了舌头？是我求着让你们把我卖给吴大山的。明明是你们做错了，你们又来怪我的娇娇。还是那句话，你不是他谢娇娇一个人的娘，你也得为我们考虑一下。这要是梦儿真嫁给了吴大山那糟老头子，以后谢钱和谢坤说婚事都难。那你要我怎么做？娘，要是二叔不拿钱，要我说，还不如就按照二叔说的，我们卖快递，这把钱结给吴大山，还有剩的，大家分一分也好过个年。好呀，你们一个个的，左一句卖地，右一句卖地，就是诚心想气死我不成？娘，反正现在爹也走了，等把地卖了，把银子给吴大山还上，我看干脆咱们也分家算了，不然这么多人一起过着，总是免不了口舌的。老大，你刚刚说什么？我说，反正现在爹死了，把吴大山这事解决了，我们就分家。我还没死呢。娘，您放心，到时候我和大哥会轮流养着您的。老二，你也同意分家？这不是爹都走了吗？这家也是迟早要分的。本以为这只是老大的意思，可看来老二也是这么想的。老头子，你怎么不连我也一起带走啊？谢之书知道他娘又要说些他不喜欢听的话了。我还要上山上砍些柴回来，就先出去了。他一走，随后几人全部找理由离开了。等人一走，孙如花整个人都没了精气神。娘，您还好吧？是我没用，是我没用。老头子，你一走，这个家就要散了。娇娇，我看你大哥二哥是铁了心要分这个家了。你们放心，到时候娘再怎么也会想办法养活你和之意的。娘，你才要放心，要是真分家了，你就跟着我和之意，到时候我会赚钱，会让你和之意吃香的喝辣的，让你做一个富家老太太。孙如花脸上苦笑一声，只当谢娇娇这是安慰她。幸好我们娇娇好了。孙如花在堂屋里整理好自己的心情，就回自己屋里了。没多大会，谢娇娇就又见她从房里出来，直接出了家门，朝着村头的方向去了。外地赎回孙女嫁给流氓的协议，儿子却要分家，不仅连锅都不让媳拿走，就连柴火也没有留下一根，甚至大房油渣不见了，也认为是他只是小儿子和女儿偷的。你他娘的放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拿你油渣了？太没天理了！现在家都分了，还上门打牙祭，你指着他们还不承认。你看今天我不把你的嘴打烂，要你乱说。娘，你和这样的疯婆娘置什么气？谢娇娇，你骂谁呢？谁答应骂谁？陈红菊立马就要冲上来，谢娇娇朝着他比起了镰刀。有胆子你过来！谢娇娇，我告诉你这事没完，我们已经分家了，你们拿我油渣就是偷，我要你们3倍10倍的还给我。你说我偷了我就偷了，你有什么证据？平白无证，你空口说我偷，那我还说你偷了我们的银子呢。你放屁，谁偷你银子了？你都能没有证据的说我偷你油渣，我不能说你偷我银子。陈红菊气得胸口起伏的厉害。此时谢之书刚好从外面回来，当家的谢娇娇和谢之意偷我们中午炼油的油渣，我说他们还不承认。老大家的，你别乱说。今天娇娇和之意一直跟我在地里翻红薯藤，何时偷了你的油渣？陈红菊又看向站在屋檐下的周翠红，大嫂，反正我们屋里的人手脚是干净的，我们要吃，知道自己上镇上买。娘，若是您要吃，你给我们说一声，我们肯定会奉上的。可是你也不能任由小姑子和小叔子来偷啊。
大嫂，我们没有拿你的油渣，我中午还见你望着厨房呢，肯定是你们。谢娇娇这个时候想起中午在后院的见到的谢钱和谢妹满嘴是油的画面，于是冲上去就把躲在厨房门后两人给揪了出来。谢娇娇，你做什么拉我孩子？大嫂，我看你这油渣是你们自己屋里的人监守自盗吧？你还想把脏水往我和志毅身上泼？你放屁！大嫂，说话怎么结巴了？你看看你这女儿满嘴的油，都一下午了，还舍不得擦？你放屁！他们这是中午吃了肉还没擦呢，是吗？大嫂，谢娇娇上前直接逮住谢钱，把他的手伸出来，那手上一层的油。大嫂家吃饭不用筷子，用手抓呀！弄这么大的阵仗，原来是监守自盗啊，大嫂。陈红菊气得满脸通红。谢支书见自家两个孩子被谢娇娇这般的欺负，顿时火冒三丈。谢娇娇，你够了，哪有当姑姑的这般的欺负自己的亲侄儿亲侄女？谢支书，你终于开口说话了，我还以为你是那河里的王八，一直当缩头乌龟呢。谢支书冲上来就要揍谢娇娇，孙如花挡在谢娇娇面前。老大，你干什么？你躲开，今天不打死这丫头，我就不姓谢。娘，你让开，我倒要看看这谢支书今天如何打死我。娇娇，你自己没好好教导儿子女儿，我一个做亲姑姑的替你教导教导，怎么你还不满意？也是，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谢支书冲了上来，一巴掌打在谢娇娇脸上。谢娇娇只觉得这脸火辣辣的疼，脑袋都有些冒金星。我等的就是这一巴掌，你是个坏人，你打我姐。孙如花也愣住了，没想到谢支书居然会真的打谢娇娇，转身就要打谢支书，可谢支书直接拦住了他扬起的手。娘，我也是看到你的面子上，只打了他这一巴掌，若是他下次再敢对我的孩子怎么样，我就打死。他话还没说完，就见谢娇娇冲到了陈红菊面前，给了这大嫂一巴掌，再给谢妹和谢钱一人来了一巴掌。谢支书又要冲上来，谢支书，你要是再敢冲上来，我不怕在你身上用这镰刀划伤2道。你个疯子！你这2个娃自己偷吃了东西，见大人都吵起来了，也不说句话。还有你这婆娘，天天像条疯狗似的，朝着我们乱吠，我看你屋里就没一个好东西。谢支书听他说完，又要冲上来。够了，我还没死呢，你们当着我的面是要闹哪样？谢支书瞪着谢娇娇，一副恨不得把谢娇娇生吞活剥了的模样。之意，你去把村长叫来，我要跟他们断亲，就是要激怒谢支书才好，寻得借口断亲，免得以后赚钱了他们来占便宜，真是财有瞌睡，立马就有人送枕头来了。谢之意不管3七21，直接就朝村长家跑了。孙如花喊都没喊住，娇娇，断亲这话可不能乱说的，你们是血亲，打折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想跟你们断亲，我还怕以后你们上门打秋风呢。谢支书，我只说了我跟你断亲，你左一个你们右一个你们，怎么这爹才走多久，你连娘都不想认了？谢娇娇一说完，立马拉着孙如花，娘，你放心，就算是他们不认你了，我也是认你的。你是真不想认我这个娘了？怎么会？你不要听谢娇娇这死丫头胡说。娘，我才没胡说呢，他们若真是要认你这个娘，不说别的，只要是有点好的，他会想不起你。大嫂这次是污蔑我和之意，下次还不知道污蔑谁呢。谢支书气的手那是攥紧了拳头。陈红菊刚刚无缘无故的挨了一巴掌，又听谢娇娇这样说自己，顿时不要活了。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啊？这家过来，平常被婆婆打骂就行了，现在还要被小姑子打。您若真是看不惯我，让当家的把我逐出去吧。那怎么行？你可别说那些胡话。你们现在满意了？你们就是要闹得我们大房家破人亡，还满意吗？孙如花听着心如刀绞。谢娇娇眼见孙如花站着都有些重心不稳了，急忙扶住她。谢支书，娘说什么了吗？今天是你婆娘冤枉我和之意偷东西，我们还没多说什么呢。现在她自己自请下堂，你少把这屎盆子扣在我脑袋上。谢支书盯着谢娇娇，恨不得在她身上钉出一个窟窿来。二房那边看着，周翠红躲进了屋里。当家的谢娇娇要跟大房断亲，他断他的，你操那些心思干嘛？我看这断亲，咱们也一起断。你别忘了，娘和小叔可都是站在谢娇娇那边的。我们要是能跟他断了亲，正好以后这娘和小叔也跟咱没有关系了。你这是连我娘都不想认了？我这是不想认娘吗？我这是怕被那2个拖油瓶缠上。你想啊，他们和大哥断了亲，以后这小姑出嫁，还有这小叔长大娶亲的事情，不就落在我们头上了？谢之礼没有说话，周翠红这个时候捂上自己的肚子。你前几天不是还说让我再给你生个1儿半女吗？现在你儿子女儿就在我肚子里呢，你就算不为我考虑，也要为他们考虑啊。谢之礼只听见在肚子里这几个字，脸上立马高兴起来。怀上了。周翠红点了点头。谢之礼现在满心都是他又要当爹了，嘴里随口就说道：听你的，都听你的。没一会，谢之意就把村长带来了。谢支书，你们这一家怎么一天天事情就这么多？村长对不住了。老嫂子，听你们家之意说你们要断亲。村长大人，我要跟他们一家断亲，我要和姐姐一起。说完拉了一把他娘。娘。孙如花没说话，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个时候谢之礼走了出来。你也要断亲？谢之礼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好啊好啊，一个2个，不觉得我们是累赘，都想把我们赶出去？没有，我们也只是和小妹还有3弟断了，又没有不要您。村长，我们都断亲，我孙如花和谢震就当没生这2个孽种。谢娇娇虽然看孙如花的样子，心中很是难受，可是在她心里能跟面前这2个哥哥断了这份亲情，其实是极好的。你们若是断了这份亲情，还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吗？那怎么可能？看着不碍眼吗？都断亲了，还天天相处，看着确实不舒服。村长大人，我看那山脚下有几间破败的房子，不知道是村里哪家的。那是之前一户打猎人家的，他们家之前只有个女儿，嫁到外地去了，就都跟着去了。那
村长大人能否把那几间屋子借给我们住一段时日，等我们赚了银子，新修了房子再还给您？就凭你们也赚得了钱，修得了房子？就几间破房子，反正现在也无人住，你们要住就去住吧。于是村长开始写这段亲书。我们其实继续住这里也可以的，但是既然他们要我们搬出去住，那么就请他们帮我们把那山脚下的房子修缮好。陈守仁看了一眼谢之书和谢之礼，可以。他们既然答应了，我看也不用写进段亲书里面吧，我盯着他们给你们修缮好就行。不过他们修缮的这2日，我们还是要在这住的。那是自然。段亲书写好，谢娇娇拿着段亲书，心里是高兴的，但是面上却不能表现得太过，因此只是默默地把段亲书收起来。这天天的村里的事情，就属这些家最多。修缮几天后，便搬到了新家。孙如花看着眼前的房子，比我们原来的地方差一些，不过好在这屋子够大。娘，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娘知道，只是那屋子从我嫁过来就一直住那里，有些感情。说到最后，孙如花眼眶中又聚满泪了。谢娇娇刚要说什么，外头就响起了王婆子的声音。孙如花急忙应着声出去了。发生这么大的事，我也是才知道，这是有你们这搬家日子难过，定是一点油水都没有的。不用了，让村里人看笑话了。就算是笑话，那也是你们家老大老二被人笑话，太不是个东西了。说着把东西硬塞给他。我不怪他们，要怪就怪他们爹走得早，我这个娘又不受他们待见。你在说什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是你那2个儿子不忠不孝。快别这么说，都是我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先前给你说的你们家娇娇的婚事，我看也不成了。不是说最近找个时间相看吗？还不是怪你那大媳妇的老子娘，她老子娘听说了我再说你们2家的婚事，在我娘家嫂子那里说了好些你家娇娇的坏话，弄得我那嫂子不愿意相看了。我都这样退让了，他们还这样欺负我们娇娇，不行，这是我得去找那臭婆娘算算账。孙如花转身就朝老房子走了。谢娇娇看着不对头，急忙跑出来问王婶，我娘这气势汹汹的，去干嘛去了？替你讨公道去了。将甘蔗去皮切碎，放入纱布中，用力挤压出汁水，然后把汁水倒入铁锅中大火熬制，待锅中起密集的小泡泡，转小火不断的搅拌，直到变成枣红色起锅，倒入垫上油纸的木盒里，随后放着自然冷却凝固，接着切下一小块热水泡制即可饮用，不仅有补泻益气的作用，而且可以缓解痛经症状，这就是传统的手工熬制红糖。紧接着把甘蔗渣都用箩筐装了起来，这甘蔗渣到时候过年用来熏腊肉，可香了。农家人哪里做什么腊肉啊？腊肉都是有钱人家吃的玩意。等红糖卖了银子，可以买1-2块回来吗？哦，娘，这甘蔗尖你砍下来不要扔，到时候我埋到地里去，明年冬天就能再收一批。这东西这么能长？可不是，明年咱们收的比今年多。那我得收好了。忙活了几日，终于把所有的甘蔗全部熬成了红糖。也到了赶大集这天，一家3口老早的就起来了。谢娇娇准备了一个水壶，又把家中3人吃饭的碗也带上了。带这些干嘛？小心待会路上磕坏了，这可是家中3人唯一吃饭的碗筷，到了镇上自有用处的。好吧，这么多红糖都带上吗？怕一天卖不完。娘，都背上，这若是好卖，等下一个集又要等上好几天了。说得对，大不了卖不完再背回来就是了。于是2母女一人背一些，谢之意就提着水壶便出发了。姐是怕在镇上口渴吗？还带个水壶？谢娇娇没说话。原来得知孙如花去找大房麻烦，谢娇娇赶忙追了上去，把娘拉回来，并告诉她在山上发现了甘蔗地，得赶紧先把甘蔗砍回来熬成红糖，免得烂在土里。于是2人商量好，便分工合作，把甘蔗抬回了家中。就出现了开头一幕。此时路上花去1个时辰，便到了镇上。谢娇娇就把自己的摊位摆了起来，又问着孙如花要了1文钱，找一个早餐铺买了1壶热水。这水还要钱了？娘，人家总得要柴火烧的不是？放心吧，待会这钱就回来了。谢娇娇一说完，立马就喊了起来：走过路过的来瞧一瞧啊！正宗的甘蔗红糖，老少皆宜，温润养胃，女人喝了气血好，男人喝了精气足。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娘，这要是不喊，哪里会有生意？可你话也不能这样说，你还没有出嫁呢。谢娇娇觉得有些无语，正好这时候一个女人上来，这是红糖。是，这位夫人可要来一些，这可是正宗的甘蔗红糖，喝了补气血、养精神、美容养颜呢。谢娇娇一边说着，一边急忙用碗倒了1碗给女人。夫人要不尝尝，这味道可正宗了，还带着一股甘蔗的清香呢。女人接过碗，刚准备试试，可一看这碗上还有一个缺口，立马嫌弃的放下碗，直接就走了。这好好的生意怎么就走了？人家嫌弃我们这碗上有缺口呢，要不娘我可没钱了。于是谢娇娇无奈的拿了1小块红糖，到早餐铺子那边问老板借了几个碗。红糖多金贵的东西啊，你娘，你不是说你没钱了吗？
这个女儿真败家。接着谢娇娇又喊了几嗓子，又吸引来一些人。大家伙看着这红糖，你这颜色怎么和别的铺子里的不一样呢？这可是正宗的甘蔗红糖，没有加任何东西，纯手工熬制的，可比普通红糖甜多了。看着也没有其他铺子的好啊。那您尝尝，这可是我刚刚用这红糖泡的。面前的其中2个妇人接了碗，眼睛顿时瞪得老大。这可真甜，闻着还有一股清香味。有清香味就对了，这清香味就是甘蔗的味道。这红糖怎么卖的？1两20文，1斤2钱，这么便宜？便宜。谢娇娇看向孙如花，她可是咨询过孙如花价格的。孙如花没说话，这甘蔗反正是自己家种的，又是第一次卖，所以让大家尝个鲜，也就今日便宜，下次可就没这个价了，铁定是卖的便宜了呀。给我来半斤，别缺斤少两啊。那不能。谢娇娇立马称了起来，有第一个买的就有第2个，很快就卖的差不多了，便开始收摊。这还有些，怎么不继续卖了？娘，这一些我们留着自己吃也是可以的。我们身子哪有那么娇贵，这还能卖些银钱呢？娘，一口又吃不成大胖子，剩下的咱们自己吃。这集市人也越来越少了，而且现在都快中午了，肚子也饿呢。唉，依你。收了摊子，孙如花找了一个树下，把背篓放下。你们在这里等一会，娘去买点蔬菜种子，后院还有一点地没种上呢。谢娇娇点头，老老实实的跟着谢之意坐在树下，有一句没一句的和谢之意说着话。突然就有3个男人上前来。渭南，我没说错吧？老远我就认出了这个女疯子，快点走了。江少，你说这女人今天见了你咋不扑过来呢？说完，2人大笑起来。江渭南看着谢娇娇更是鄙夷的很，呵，这王八蛋是什么眼神？想着谢娇娇就要站起来。看吧，我就说这疯子看见你就像狗见到肉包子似的。去，会不会说话的你俩？你们几人说够没有？神经病啊！站在别人面前说些乱七八糟的话，3个傻逼！我吵，这疯子会骂人。我姐才不是疯子，你才是疯子，你们全家都是疯子。什么？这女人不疯了？我姐的病早好了。这疯病还有能治好的，还是头一回见呢。你们3个才有病吧？这大白天的站在一个陌生人面前，竟嘀嘀咕咕些乱七八糟的话。你果真不认识他了？我必须得认识他吗？他很出名吗？是庙里的菩萨吗？面前的2个男的好生意外，江渭南的脸都快挂不住了，有一种想掐死面前女人的冲动。就那么看不上我吗？当初不知道谁像只癫狗似的在镇上追着我满镇跑来着。你真不记得了？你疯疯癫癫的时候可是吵着要嫁给他的。江渭南气得上前一步抓住谢娇娇的手。看不上你当初追着本少爷满镇跑，惹得本少爷成为了这镇上的笑柄。把你的爪子松开！不松，是你逼老娘的。谢娇娇直接另一只手也抓住江渭南抓她的手，再一个转身给江渭南来了一个过肩摔。自讨苦吃！我再告诉你，我的病已经好了，疯这时候干的事都不记得了。你再到老娘面前晃悠，见一次老娘打你一次。还有你们再到我面前瞎逼逼，见你们也打。谢娇娇转身捡起地上的一根棍子，看着3人，谢娇娇这阵仗，吓得另外2人架起江渭南就跑。你给本少爷等着，下次见到你，本少爷打死你这个死丫头。切，就这点出息。姐，你认识他们吗？谁会认识这样3个傻逼？这个时候孙如花也回来了，见2人面色不对，怎么了这是？没什么，之意想你了。给了谢之意一个眼神，谢之意立马领会。娘，你怎么去了这么久？讨价还价花了一些时间，好了，走吧，回去了。回去路上出镇的时候，孙如花看见了王婆子在买豆腐，急忙上去打招呼。你们也上镇上来了？你怎么也上镇上了？这不是冬天了吗？这家里的母鸡不生蛋了，趁着现在赶大集，就拿到镇上来卖了。婶子要不要这豆腐？便宜卖了。怎么个便宜？这只剩老豆腐了，你们看着给，见钱就卖，不然这拿回去也坏了。我看你这还有不少啊。本想着今日赶大集，多做了一些，却不曾想这买的人比往日里少许多。老板，若是你这豆腐我们都要了，你能多便宜？娇娇，别瞎说，这么多我们怎么吃得完？娘，全部买了，我又想到一个赚钱的法子。孙如花有些不相信的看着谢娇娇，买了吧，娘，我又不会浪费粮食的。你们若是全部要了，给50文就行了，至少把这豆子钱保住。豆腐这玩意多放半天味道就酸了，实在是不值得买。大姐，你们若是真全要，45文就行。行，我们都要了。卖豆腐的立马喜笑颜开，给他们装货，装完看着孙如花，娘，给钱啊！孙如花在外人面前不好说什么，只能不太情愿的给了铜钱。早知道就不上来打这个招呼了。回到家中，孙如花就是满脸的不高兴，谢娇娇这才看出来，急忙上去画大饼。娘，我买这些真的是有用的，这么多怎么吃得完？豆腐这东西放不了多久的。我又不是买来我们吃的，我是买来做别的东西拿去卖的。我们这红糖都卖完了，总要想点别的法子来赚钱不是？这豆腐能做什么东西？我说了，这东西放不久，你就算做好，拿到镇上去卖，那也全部坏掉了。您就放心吧，到时候卖了大钱，给您买一根金簪子。